美国拳王挑衅中国选手，被连踢三脚爆头，吓得屁滚尿流。中国人的猪脑袋太脆弱了，我一脚就能踢爆一个，根本就没有挑战性。说出这番无耻言论的，正是眼前这位美国的拳王詹姆斯·马佐尔。他在美国绰号叫头部粉碎者。这次来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也是嚣张跋扈。目前连续打赢了3名中国选手，而且都是被他打成重伤了，也是越来越猖獗。然而面对如此嚣张的言论，中国腿法高手我们的中国小将王玉虎也是霸气出山，挑战这个嚣张的美国佬。您现在看到的就是中国小将王玉虎，今年很年轻啊，才23岁，但是练腿13年，10岁便开始练习腿法。他从小出生在山里，可以说从小到大啊，有一件事情他所有的柴火家中的都是他用腿给劈出来的。那么这场比赛到底是谁胜谁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的，第一回合比赛，红方选手我们的中国腿法高手小将王玉虎，蓝方选手美国拳王头骨粉碎者马佐尔。这个美国人打拳啊，跟这个日韩的选手不太一样啊，他们这个喜欢打冷拳啊，某一个时间段突然这种短时间内的爆发还是很猛的。可以看到我们的王玉虎也是没有着急啊，打站立的话两个人其实都还好，不是说那么的强但也不弱，还是在找机会。漂亮，这一记回身踢有邱建良那股味道。那么观众朋友们，可能您不知道啊，王玉虎之前呢曾经是在邱建良的拳馆里啊学习过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说他正常来算的话应该是邱建良的弟子。好的，被逼到蓝角，我们的王玉虎还是这个想要打上几拳啊，这个位置很不错，漂亮。不会防守，也不管你谁，你看是吧？打得很主动，王玉虎打得很主动。哎呦，马佐尔的防守啊问题很大，感觉像是有短板一样。3拳，可以看到马佐尔这个鼻梁已经红了啊，差一点被我们的王玉虎打断。很具有穿透力，他这个拳法很具有穿透力。其实这个美国拳手啊，可能是受到这个拳击的影响，所以说他们打自由搏击的时候特别喜欢就是抱身啊，就不停的抱身拖时间。碰到这种选手一般来说也是很难受的。但是我们的王玉虎呢，恰恰相反，他不是那种特别压迫式的选手，所以也不着急。好的，哎呦，这一脚差点是踢中了马佐尔的裆部啊，很危险。这要是一脚踢中，估摸马佐尔这辈子就要跟他媳妇儿啊没有什么生活可言了。如果说是随着比赛的进行，后劲儿出来，自己要小心。看马佐尔一贴身，马上就气就上来了。实际上，他现在这种贴身是一种消极的防守，不是主动的这种进攻的方式和态势。现在给人打懵了，这只有靠这种。好的，你可以看到马佐尔再一次啊被裁判分开。裁判这是要太过于消极比赛，黄牌。这小子必须得打了啊！再这么消极防守的话，怕是要被直接罚下场。哎呦，马佐尔再一次被这个裁判分开了，裁判可能也是有些生气啊，黄牌都已经亮出来，竟然还这么打比赛。有的这种后发力的这种情况，对于王玉虎呢也是不利的。对，王玉虎跑得好，自己体力很。第一局的比赛呀，特别的紧。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啊！第一回合比赛打得还是很凶的啊。双方选手都展现出了这个差不多的应有的水准，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玉虎可以在第2回合打得更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回放，在这个第1回合虽说啊马佐尔这个消极防守，但是在这个空档中，我们的玉虎还是打出了很多的这个有效击打。好的，第2回合啊，马佐尔也开始这个逐渐的严肃起来啊，没有之前那股嚣张劲儿了。王玉虎也是2到3次的侧踹腿。之所以到第2回合开始那个能够采用这种战术和打法，就是体能有一些问题。这个很漂亮，可以看到我们玉虎这个腿啊，特别的有力量。那么他以前劈柴的时候也是早上醒了啊，先劈1000块柴，然后中午再来500块，晚上再来1000块，这一天才算是过去。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腿啊，特别的有力量，肌肉很厚。跟安迪苏瓦呢是非常的像，就是以左右的平攻及辅勾拳，皆以低扫踢。这场比赛他出的这个直线的拳法还挺多。现在王玉虎回合这种开局，我们没想到原因就是体能下降太厉害。第1回合出的太猛，
太猛了。他现在体能出现问题，看现在出拳也不精。双方此时也是进入了一个白热化阶段，体能消耗还是很大的啊。我们的玉虎也是有一些乏力了。一番的压力啊，确实在第2回合看能不能在体能上盯下来。他要用腿法控制距离，不要近身。那么在这个比赛之前，我和王玉虎也经过聊天，他说我们现在山东队打完冠军赛和锦标赛之后，哦呦，也许是这个马佐尔在前期太过于消极了，我们的玉虎也是打出火气来了。这一拳打的是结结实实啊，有一点，但他不会打内围。是的，所以还是要保持这个。詹马座这个时候啊，重拳慢慢的显露出来了效果。场上裁判庞洪超告诫这个王玉虎不要再搂抱，你再搂抱就对不了扣你分了。这个我们所提到，在第1回合比赛里冲得太猛，体能下降。对，这个实话实说，我也不喜欢这样的选手啊。这个只要一碰到马上就抱住，您可以看到，你看马佐尔又开始抱了，你这搁谁能受得了？已经是找回了自己的节奏。对于王玉虎来说，如果是跟詹马佐尔玩这样的节奏的话，对自己非常的不利。他不是想玩这种节奏，他是没体能。因为第一次打昆仑决，他不知道这3局3回合怎么打。我分配体能是不会的。昆仑决这个体力他要对体能有保证。现在王玉虎想奋力的进行。哎呦，这几击低扫好看吗？好看，拿脸换的。被我们的玉虎也数次直接命中头部啊！对，人家距离有时候不高。这就是典型的体能下降一个征兆。看，自己腿都软了。刚才这太可惜了一点。刚才第2回合不仅仅是詹马佐尔慢慢的找回了自己的节奏，王玉虎的体能呢也面临着好的，第2回合正式结束。这个马佐尔啊，拳打的太窝囊，也不知道这种人是怎么被评为美国拳王的。可以看到马佐尔这个战力打的啊，其实挺一般的啊，他这个可能是各项实力都很平均吧。让我们来看一下第3回合，我们的玉虎能不能 KO 这个嚣张的詹姆斯马佐尔。裁判也是看不下去了，这疯狂的抱身，已经是第3回合了啊。那这一点的话，就是像荷兰那些运动员，防守型他不想对方这个上来，但他不是完全用策略性一种重击对手，不是。你看现在这个反而好的漂亮，这一记抱摔啊，也是我们的玉虎力气很大，马佐尔也是没有什么体能了。但他的迎击拳还比较准，是的，王玉虎在迎击的时候打了2个迎击拳，他就靠这个右手的后手重拳。这全非洲组合是吧？一个体能好的原因，再一个他从第2回合已经慢慢的找回自己的状态，到第3回合完全控制王玉虎。詹马主要是挑战自己的体能。是的，而且詹马佐尔呢，他非常善于顶。哎呦，漂亮一记高扫，直接命中啊马佐尔的脖颈。我们来看看他能不能站起来。哎呦，没想到马佐尔这小美国佬还挺抗揍。好，那么比赛继续。打这个拳的时候赶紧击坏人家，一定要后手重拳，右手后手重拳打进去，进行一轮的火拼啊，双方拼拳，看谁能。这是一个戏剧性的一种场面，在场面战术情况下，突然王玉虎一个又高扫，然后突然一个上头，给对方打倒，场上裁判给他扣2分，这个成绩就奠定他的。好的漂亮，一记侧踢，又一次将马佐尔击倒。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马佐尔站起来很快啊，我们的玉虎不要给他任何机会，能再踹一次啊，这个小美国佬就完了。哎，这比赛没悬念，这比赛就没悬念了，打得非常好。 2次强攻3分没了，对不对？尽管第2局肯定输了法克的马佐尔赢了，但是第3回合好的漂亮！裁判宣布比赛结束，我们王玉虎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这个嚣张的美国老马佐尔终于是受到了正义的制裁，让他知道中国人不好惹，而且踢你的狗头也是相当轻松。这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第3回合冷招，你说冷招吧，又是中国的职业腿法，推外腿上头，看，对，这个太棒了，看到没有？这是第一次。那么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都知道，一个选手在场上的比赛，更是一个团队的作战。王玉虎连续3个侧踹 KO 了詹马佐尔的同时，刘腿披挂刘海龙微笑着从我们解说台旁边走过。注意看，又是一场擂台血案。日本选手赛前辱骂我们中国选手是东亚病夫，结果被打瞎右眼，只能弃赛投降。好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场非常血腥的泰拳比赛，我们的中国姑娘王小花大战日本选手佐藤惠。您可以看到，身穿黑衣服的就是日本选手佐藤惠，而身穿白衣服的则是我们的中国小将王小花。两个人都很年轻啊，一个17，一个16，我们的王小花16，佐藤惠17。那么这是一场泰拳比赛，也是在泰国打的。别看年轻啊，作战经验是一个比一个丰富。那么除了在赛前呢，这个佐藤惠挑衅我们的中国选手之外，而且两个人也是仇人。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们两个人同在泰国的一个拳馆练习拳击，可以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Those kicks. Yeah, good offense seen from Petfa, but defense could use a bit of work. 虽然岁数都不大啊，但是两个人练泰拳也都是很早。我们的王小花在5岁就开始经受这个系统性的泰拳训练，而佐藤惠稍微大一点，佐藤惠是7岁的时候在日本学了一段时间泰拳，后来来到泰国，两个人在同一个拳馆训练。可以看到双方也是进行了一个缠斗。这个佐藤惠也是有一些紧张啊。别看我们的王小花年纪小，但是这个拳风打得很凶。好的，双方又一次对拼，哎呀，这个火气很大，进攻欲望很强。看来赛前嘲笑我们中国选手是东亚病夫，这简直就是猖狂至极，应该出重手教训。 Seemed like the kicks just now of Petfa seemed to have hurt Pancake. Another good right knee that time by Petfa to the midsection of Pancake. We've seen Petfa already hurt Pancake with the low kicks and the attacks in the midsection. 好的，佐藤惠在第一回合可能也是想打一个后手，但是面对我们的王小花也是没有这个太多的机会，反应慢了一些。 Face right now, Kevin. Yeah, Pancake just doesn't seem to know what she needs to do. She did so good early on when she was attacking with the hands and landing with some elbows, but now she just seems to have lost her confidence. Another good kick there. Yeah. 双方再次来到了蓝边，这个都是一个师傅教的，不太好破招啊。看到佐藤惠也是有一些为难啊，这个没有太好的进攻机会。 Strong knees that are worrying Pancake. Pancake, she can't seem to get a flow going back now. Oh, swing and a big swing and a miss there by Pancake. Going into the clinch now. 现在来看的话，双方纯粹是一个体能和力量上的对拼，只能看谁这个体能值更深，力量更强。招式上来说的话都差不多。 Petfa definitely, but she's once you got hit, she was able to defend herself. So good job there from Petfa. And of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这个双方在第一回合打的还是没有那么用尽全力，尽可能的也是在试探对方的这个底细啊。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的王小花优势更大一些啊。我觉得在第2回合，我们的王小花应该是能抓住这个优势啊，来 KO 掉这个佐藤惠。 confidence boost for Petfa, but she seemed to take control of that opening round. Yeah, not only that, she had some solid knees that went straight down the middle, and also seen her hurt her opponent with a roundhouse kick. So perhaps she wants to attack low, attack the body, or attack the legs. But good round for Petfa. 好的，第2回合，双方也是久违的使用了泰拳的这个腿部进攻。这个佐藤惠看上去比我们的王小花高一点，但是两个人的腿长其实差不多。可以看到也是不停的进行这个腿部对拼。 I'm really liking the movement from Petfa so far.
kicking and getting right out of the way from the attacks of her opponent. Another miss there for Pancake. Good block there from Pancake though. Oh, but again, Petfire with a right kick to the body. Pancake, like we thought, she's being the aggressor, but Pancake is countering with. 我们的小花也是且战且退啊，面对这个佐藤惠还是不要着急啊，这个着急很可能会被对手找到破绽。 Now you can see that is Pancake getting attacked with all these kicks. Yeah, she's not blocking at all. Once again, She's trying that time, but it stuck through the guard. unfortunately I had to say it, but she tried a couple of times and she's been hit a couple of times. Another good kick. Oh, Pancake being aggressive. 那么从泰拳的这个远距离对攻来看的话，我们的王小花优势更大。佐藤惠也是尽可能的打这个近身缠斗。 Because so far in the first round we've seen Petfire winning all those duels. Another good knee there from Pancake though. You can see what Pancake is trying to do in that clinch. She's trying to outmuscle him. Yeah, it wasn't gonna happen. No, it's not. 好的，双方也是进入了一个白刃化阶段，可以看到也是放弃了花招，进入了白刃战。哎呦，这个，还是有火气的。我们的王小花明显是想拖对手打地面，但是这是泰拳比赛，不能有地面。 Left right there from Petfire, but blocks. Oh. 好的，第二回合比赛正式结束，来看一下第二回合比赛的回放。那么在第二回合比赛呢，我们的王小花啊也是表现得很稳重啊，面对佐藤惠的这个进攻啊，也是且战且退，打了一个游走战术。佐藤惠可能是有些难受了啊，自己把这个重宝全压在了第二回合上，但是没有取得什么明显的效果，无论是进攻啊，还是说缠斗啊。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回合啊，这个扩大的优势，我们的王小花能不能把握住？ I could see it happen, yes. I think that Petfire did enough, to be honest, but there's a part of me that hopes you're right. So it makes this round more interesting. Well, anyway, let's find out. Third and final round coming up now. There's that right kick straight away from Pancake. 好的，第三回合，佐藤惠也是加快了自己的进攻节奏啊，频率也是变多了。但是我们的王小花可以看到，观众朋友们防守非常的好。 进退有度。 Good knees there from Pancake. Yeah, much better than what we saw for the first and second round. Both Maybe that's the tactic Pancake wants to go for. Yeah, both corners very, very animated right now. They can smell a victory for both their girls. 哎呦，还是要小心这个左右的重拳啊，不太好防守。 Pancake is taking the action to Petfire. Yeah, because what Petfire is doing right now is not going to work. She's not going to win the round by moving back and hoping to defend all the shots coming in from Pancake. She really needs to start fighting back. As we said earlier. 哎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突然出现了一些情况啊。佐藤惠好像是被我们的王小花刚才在对拼中啊打坏了右眼。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情况。 I'm not sure if there's blood coming. It is. Is there blood There from is, somewhere? yes. That's no. That's coming from the eye, I think. Oh, don't say that. Oh, dear me. 看来这个右眼是被我们的王小花啊一个重拳或是肘击给打瞎了。看来还能不能继续比赛？ No contest or is it a KO victory? I mean, we got to take a look at that one more time. Can't be a KO victory if it's a point. Poke to the eye. Yeah, surely the referees are having a look at that. All right. 这个佐藤惠可能是参加不了比赛了。让我们来看一下裁判的最终判定结果。好的，漂亮！让我们恭喜我们的王小花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留开空间，按住头，对这个手击，这个比较有效。对，这个无点，把对手的肩压平，手击啊，这个手击，没有了 ，PK 了。日本百年一遇的格斗神童来华，目中无人，谁也不服，结果惨被乱拳打碎额骨 KO。好，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为您带来一场非常经典的中日大战。中国人就是亚洲最弱的民族，跟我们大日本帝国比起来，根本不是对手。
这一番目中无人的言论呢，正是出自于眼前的这位日本妖童袁鹏熙，他有着9战9胜的不败战绩。这赛前呢，这小子更是声称要一拳将咱们的吴铁印送上担架，而他今天的对手就是咱们的中国小伙吴铁印。吴铁印呢，听到这小日子此番的言论，也是霸气迎战，并回礼道：“我在擂台上等你，我一定让你躺着回到那座樱花岛。”大家熟知吴铁印的都知道，他曾经获得过世界级金腰带，更参与许多泰拳与自由搏击的比赛，擂台经验呢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此时裁判示意双方选手站在擂台中间，诉讼比赛规则。好，各位观众朋友们，通过裁判示意，第一回合马上开始，让我们期待咱们的吴铁印是否能击垮这个日本妖童袁鹏熙呢？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正式开始了。这双方刚上场啊，就打得非常激烈啊！咱们的吴铁印直接一记抱摔，死死的将这个袁鹏熙控制在地面。漂亮，漂亮！啊，一个有力的打。现在擂台上咱们可以见到，咱们的吴铁印呐，身穿红色短裤。而这个被压在身子底下的，就是来自这个日本的小子袁鹏熙。小腿里边，好，抢把位是综合格斗非常重要的一个，这跟摔跤的抢把非常像，是的，是在有利的位置上。好，双方因为在绳边没有办法继续。此时裁判示意双方在围绳边无法展示这个格斗技术，示意双方回到擂台中间，要从2个人都互相认同的位置开始，对，直接肘击，对。此时啊，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吴铁印直接就是一记肘击，重重砸在了这个袁鹏熙的脸上。下位选手是一个防卫的姿态，反而会遭到打击，这个是一定跟纯粹的倒伏柔术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柔术里，控制与反控制变得特别重要。对，现在下位选手在努力的移动胯，把膝盖垫进去，仍然是半封闭防守的姿态，有一条腿。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吴铁印成功拿到了这个上身位，而且这个腿部死死的锁住了袁鹏熙的腿部，并且这个手啊也成功拿到了内把位。来看吴铁印可能要用他的肘击，他要用砸肘可能。但是呢，对方锁住他的2个胳膊。对方是做了一个半蝴蝶的防守，想要破坏上位选手吴铁印的重心。此时我们可以看到，这双方的缠斗能力啊都不弱，双方在地面呢都拼命展示这缠斗的能力，都展示这摔跤的技巧。可以见得，这双方啊现在此时都非常难受，都在拼命地挣扎。日本选手的地面技术非常的娴熟，而且意识很好。对，他在控制他。我们看一下，腿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进入了蝴蝶。吴铁印在过腿，如果能够想办法把2条腿从对方的双腿控制都拿出来，就有了优势位。对，但是有一条腿被牢牢的控制着，一直没有拿出来。而且因为这个位置被干扰的，也不太会形成特别好的打击的位置和空间。对，所以从这一此时通过裁判示意，双方回到站立，因为双方啊在这个地面都没有展开动作，双方没有建树，所以站起来重新进入站立。比赛继续，咱们的吴铁印直接就是上了一顿猛攻，吴铁印打得很主动。对，看看摔怎么。哦，夹颈摔，日本选手启动夹颈摔。此时啊，咱们的吴铁印直接就是一记抱摔，把这个袁鹏熙又再次拉到了地面，进行疯狂的砸手砸拳。对，这是吴铁印的长处。对，日本选手控制对方的脖颈，把吴铁印的头拉下来了，这样就没有空间打击了。进入到全封闭防守。对，刚才的话，这吴铁印还是打中了几次。肘击。现在日本选手在一块，可能要重新恢复到中间位置上去，在下边了。裁判要干预了，因为这样下去没有办法做动作了。好，各位观众朋友们，通过裁判示意啊，这双方在这个围绳边呢展示不开，又回到了这个擂台的中间。对，又是一个主动的砸击。吴铁印的经验也很丰富，对，表现在这个抢时机的机会上。但是呢，他空间留的不够。这个其实这场比赛呀，我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吴铁印呢打的是比较老成的啊，
每一击的砸肘，每一击的砸拳，每一击的抱摔呀，都是在他的节奏里面的。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第一回合呀，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哦，小心！好，这个时候不要把脖子留给对手。再次半蝴蝶啊，这个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吴铁印又是对这个袁逢熙一顿疯狂的输出，还要注意自己的胳膊，用头部在撞击对方，不能用头进攻。重新回到这个，因为做了犯规的动作。此时这裁判呢对咱们的吴铁印进行黄牌警告，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两人缠斗的时候，咱们吴铁印一个不小心头部攻击了，不许用头部进攻。此时这比赛继续，咱们的吴铁印上来就是一记重拳，把这个袁逢熙直接打晃了啊！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第一回合呀还有10秒钟就要结束了。对，刚才有个横走，这个吴铁印打得很主动。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第一回合呀到此结束。对，我相信就算看过了这一局，也会有更多的观众以后。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看一下第一回合的精彩回放。同时也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一回合的战况。通过这第一回合呀，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吴铁印呢，这个拳的爆发力和地下的缠斗能力也是非常强的，搞得这个袁逢熙呀有些吃不消。就是看自由搏击有时候比看拳击其实更丰富。是的，对，那么综合格斗就更丰富了。对，而且一旦大家学了一些综合格斗的基本技术，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外国的小姐姐举牌仪式第2回合马上开始，真的像下棋一样。是。好，各位观众朋友们，通过裁判示意，第2回合正式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吴铁印呢，真的是非常的凶猛啊，非常的凶悍，上来就是连续的重拳，直接再次把这个袁逢熙摁倒在擂台上，再次展开这地面的战斗。大家的位置形成了，好，两条腿全部都在防守以外。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吴铁印直接就是连续的砸肘与砸拳呢，对其进行疯狂的输出，只能搂头。上位选手完全可以使用自己的体重压制住对手，而且还可以使用窒息或者反关节的技术来降服对手。此时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吴铁印直接拿到了这个上身位，对其疯狂的砸手砸拳，导致这个日本选手鼻子开始流血了，他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好，他起来了，起身，对这个，好，这是有点但是不能够在这个时候用膝盖攻击头部，3点支撑不能攻击头部。对，这个起来了，重新要恢复到站立位置可能。在对绳圈的边上做不了动作，所以一定要重新分开再来。对，抓住时机，看看谁能把谁再次放倒在地面上。这个危险要回来。此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本的袁逢熙明显体力已经透支了，已经虚了。挺好，对。这个看谁的摔法更好一点。对，我觉得日本选手也非常顽强，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没有出现过大的失误，只是在地面的下位时间比较多，对，受到了砸击次数比较多，其他方面都做得非常完美。对，所以他9战9胜也不是白来的。对，地面的意识非常清晰。那2个都是19岁的小将。是。此时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吴铁印又一记脚绊，把这个袁逢熙再一次摁在擂台上。这个教法。对，下位呢，日本选手害怕了，应该他只能够不断的用手臂搂住对手的这个脖子和控制一只手，对，控制距离不让他砸击，而且刚才形成打击的空间。对，而且刚才已经见血了，打击还是有效的。是。一胯下行，想出来被狙击。吴铁印想要把头抬起来。这场比赛呀，对于这个小日子袁逢熙来说呀，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的存在，非常消耗，非常消耗体力。漏了一个破绽，再次下前。
此时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吴铁印又一次使用抱摔，把这个袁鹏熙再一次压制性的摁倒在擂台上。交，看一下能不能从防守里面出来，一条腿出来了，自己的头被对手的手臂夹住出来，用手击拳击，小的肘针的动作非常漂亮。这也是吴铁印的招牌的动作，但这次日本选手控制他的距离控制得非常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但其实对日本选手来讲，他有个劣势，就是他始终在搂着对手的脖颈的话，手臂很快就没有力量了。对。此时啊，这个日本选手也是躺在地上不起来了。咱们的吴铁印呢，也是直接进行了这个砸拳啊，双方现在又在缠斗，又在挣扎。咱们的吴铁印对其疯狂的砸拳，疯狂的输出。防守不像刚才那么严谨了。没错。现在还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第二回合呀，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日本选手只有孤镜这一条方法，他没有找到更好的在地面上应对的办法。所以对吴铁印来讲呢，他需要这个手击很重，找到机会继续，对，能够连续做出小。此时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吴铁印对其进行疯狂的砸肘，这个日本选手现在已经没有赛前嚣张的模样了。光荣域的选手实际上对地面砸击都特别喜欢，你看到包括杨建平啊，包括这个吴铁印他们，包括这个严锡波，对，要听裁判的指令。还有10秒钟，第二回合比赛结束。找机会就砸，找机会就砸。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二回合呀到此结束。但是还没有找到完全降服日本对手。让我们看一下这第二回合的精彩回放，同时也让我们来分析一下。通过这第二回合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日子袁鹏熙呀，现在已经吃不消了，已经不行了。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说呀，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啊。他这个拳法，这个缠斗能力啊，完全不及咱们的吴铁印，这样还是占一定优势。对。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此时我们穿着火辣的小姐姐举牌预示第3回合马上开始。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此时裁判示意第3回合正式拉开序幕。侧踹，自己没站稳，场地也比较滑。日本选手的也是一个阻击腿，两个人在绳圈角落里面继续缠抱抢把位。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吴铁印又一记抱摔，把这个袁鹏熙再一次摁在擂台上，进行疯狂的输出，疯狂的砸拳。前击手击，这个过腿啊不太容易，切膝过，哎，成功出来了，可压了，提成，起正，这个好，提成是极大的优势位置，日本选手马上起桥，来往上去，对，再次把它放到这个逃脱的动作。充分显示了日本选手的训练水准。此时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吴铁印一直在用肘部摁在这个袁鹏熙的脖子，进行疯狂的砸肘。这个手击啊，这个手击，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投降了，袁鹏熙投降认输了，不打了，比赛结束了，咱们的吴铁印赢了。这场比赛打的是非常精彩的，咱们中国场外观众也是为咱们的吴铁印欢呼拍手叫好。让我们看一下这第3回合的精彩回放，同时也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小日子缠斗能力，包括这个力量啊，他是不及咱们的吴铁印的，他早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只有他。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好，各位观众朋友们，通过裁判最终的判决，一定是咱们的吴铁印获得冠军，恭喜吴铁印荣获最终的赢家。这条视频呢也就到此为止了，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期待我们下次再见。